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26号，美股行情本周复盘以及下周展望，我是阿哲。美股市场昨天出现了长长上影线，是反弹已经结束的信号，是一个高点吗？按照传统的技术分析来说，没错。但是今天阿哲在本期视频当中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市场影线的秘密，告诉大家昨天这一根长长上影线究竟应该后续怎么去看待。特斯拉近2天非常火热，2天的上涨已经让它重新回归到美股市值前10的排名。那接下来的特斯拉是有大机会吗？阿哲觉得它的上涨可能刚刚开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式内容，有关于美股市场行情解析。我们看到大图版。那么今天的课程我们依旧会分为2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肯定是先分析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美股市场的观察，阿哲会以以下2个角度来进行观察市场。第一个是阴线的影线的市场蜡烛图观察，第二呢是空间顶底的测算和具体的空间战法使用。那么我们看到左边的图中，在近期市场当中，阿哲一直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市场的阴线，特别是在强势的牛股行情当中、牛市行情当中，你会发现每一根下跌的阴线，它大部分情况下它都不是代表一个风险，而反而是一次机会。阿哲在2天前的一个市场观察当中告诉大家，这一根防守阴线它代表美股市场又有一个低点机会。那你会发现的是不是最近的2天是快速的短线的上涨？如果你真的能够把握到这2天的反弹，那么基本上短线你是成功的。如果你看不懂这根阴线，反而觉得它是一个大幅的下跌，是空头的打压，是一个多头的衰弱，那你去做空这2天你将会亏损累累。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有关于防守阴线的一个观察，以及在我们昨天这一根长上影线出现之后，我们对于影线应该怎么看。有朋友说，阿哲，我学的技术分析告诉我，这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它很大的风险，它说明这里是一个高点。那么这里呢，我们也需要去说一下影线究竟代表着什么，它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去观察影线。那这里呢，相对提醒一下，如果你是新朋友，那阿哲希望呢，在观看视频的同时，也可以为阿哲点一个订阅，成为阿哲的频道粉丝订阅观众，也同时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铃铛。如果你订阅阿哲，但是还是有时候看不到阿哲的视频，你一定要把小铃铛点开。这样的话，我们每期视频阿哲的每场直播你都能够收到系统的提醒，油管会告诉你阿哲什么时候发视频，什么时候开直播，第一时间就能知道。那感谢大家的订阅和小铃铛的点击，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市场的图表，目前你所看到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图，我们近期的行情走势。昨天收了一根跳空高开高走，但是却回落的 K 线，我们稍后会讲一下这一根影线的含义。那么我们依旧把防守阴线写在图表当中，你所看到的图谱，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只要标记着一个笑脸，黄色的笑脸，它就是防守阴线。如果你是新朋友，你说阿哲，什么叫防守阴线呢？没有关系，我们简单讲解一下，你就会立马明白。所谓的防守阴线其实很简单，它是阿哲呢所独创的跟踪市场的一种方式，专门把握牛市行情当中的下跌砸盘行为。你会看到这一个笑脸出现时，就代表近期的2根 K 线构成了防守阴线。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昨天必须为一根阳线，这根阳线涨跌无所谓，但如果是大涨行情就最好。比如说这一天是一个大涨的行情，大涨的阳线，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好，那么第2天我们要求它是一根阴线，那有时候呢它的颜色可能是绿色的，但只要是下跌的 K 线，那么就没有问题。好，那么这2根 K 线的构成，我们要求阴线的最高价比阳线的最高价要低，
而阴线的收盘价比阳线的最低价也要低。那满足这些条件，它就是一个防守的阴线。优化条件是阳线有大涨，阴线有大跌。那比如说这2根 K 线就是了，阳线是跳空的大涨，而阴线是跳空的大跌，它是一个很标准的防守阴线，所以它在之后呢就能产生这种连续强势的行情。越标准的防守阴线，越代表市场的砸盘行为。那么对于防守阴线的观察，其实也特别简单。我们不是说防守阴线就一定看涨，这一点大家注意了，可不是如此。你会发现前期这些位置是不是也都有笑脸啊，也都是防守阴线呀？你会发现他们有上涨吗？没上涨，下跌了。有防守阴线上涨了吗？没上涨，下跌了。只有这一个防守阴线股价是上涨的。所以阴线我们说的是观察，而不是立马立刻的交易，立马立刻的看涨。我们看到图表当中这些防守阴线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知道防守阴线的出现是空方的一次宣泄，而这种宣泄有时候会导致市场见顶，但大部分情况下它会导致市场出现空方的衰竭，而产生这种反弹行情。你会发现防守阴线之后，股价它只要止跌就是一个反弹行情出现。你唯一要确认的就是这一个防守阴线出现之后的第2天、第3天，它是继续保持下跌呢，还是它有止跌的阳线出现呢？如果有止跌的 K 线出现，就说明会反弹。而接下来的观察就是这个反弹的力度，它会不会超过3天或3到4天左右，它能不能够去突破这一个笑脸阴线的最高价，防守阴线的最高价。如果不能突破，则说明它绝对会往下走，它依旧只是一个反弹，前方的空方确实是对多头进行了一个打压。那你会发现的是，如果3天或到4天短期能够快速突破防守阴线的高点，那说明一点，这个位置的阴线下跌，阴线它的空头力量是假的，最后被多头反攻胜利。那么它就是一个防守阴线后的绝佳看涨时机，后续行情会有反转出现。那我们看到当下的行情走势，你会发现的是，防守阴线后越快突破越标准的防守阴线越快的突破效果越好。而如果它越慢突破，越靠近防守阴线的高点，它越是走小 K 线、10日线衰竭的现象，它越容易调整。所以我们看到当前走势，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防守阴线，它的股价是不是在防守阴线后出现了止跌的行为，而止跌之后股价出现的是向上涨。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得很明确，它这个上涨的空间就是前方大阴线的高点之下，它的空间越是往上走，那么风险将会越大，前提是它确实是一个反弹行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位置的股价，你说这一天止跌阳，阿哲我做反弹，我做短线，那么这一天出现了冲高，突破了防守阴线的高点，那你发现盘中有回落，你说我去了结做短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收盘之后，你发现股价虽然收盘站上去了，但它是一个有效突破吗？那肯定对于前方的防守阴线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么以防守阴线的高点压力来观察，这里是一个上涨衰竭的动作，好的是它的缺口没有出现回补。那你要观察这一个高点，它能不能再次收阳，能不能有一个实体过半的阳线在此出现，有的话，那么依旧算是有效的突破，市场目前的防守阴线就依旧有效，能够看涨。因为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如果第3天就往下移，第4天依旧回到这个区间内，那么股价大概率告诉你它将是一个震荡。如果反而能够跌破这个低点，那么市场的防守阴将是真的顶部的信号。那这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观察，有关于阴线的观察。接下来阿哲讲一下有关于这一个长上影线。那影线的形成说明什么？说明盘中的市场出现了一个多头的进攻，而进攻它代表的是这个影线的高点。
如果盘中这个影线越长，说明曾经多头它的力量发挥的越强劲，它的看多意愿越强，所以股价会走得越高，而股价越高，后续回落下来，影线才会越长。那么回落的过程也告诉我们了，盘中多头虽然是看涨的，虽然力量很强，但是未来在某一刻的时候却遇到了空方的打击，而且空方的打击力度特别的强势，基本把前方的开盘都给跌掉了。那么这就说明不管你多头多强，那么空头呢都把它打压下来了。那这个影线的出现，按照当日的分析，那么它就是一个空方完全战胜多方的表现。所以你说这一个位置出现这一根 K 线，我是看空的，我不看好后市，有问题吗？单纯从这一根 K 线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你在分析行情的时候，你真的只能通过单根 K 线就完全的去分析后续行情吗？那相对来说，是不是有些不太严谨呢？我用一根 K 线能分析未来整一轮波段的行情，那肯定不是的。那我们说上影线是风险，这句话对吗？我们看下前期的低点，这一天是什么时候？这一天是24年8月6号，纳斯达克指数。这一天的影线也不短吧？我们看到它的影线不短吧？我们把它的一个分时打开，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上冲后的回落？只是它回落的不是那么厉害而已，它让市场当中还保留了一定的实体，一定的多方动能，它没有像昨天那么狠，但是它也是一根长长的上影线。那按照你的逻辑，你的分析，那这一根长上影线之后，应该市场走空呀。但你会发现有种空吗？没有，它相对调了一天之后，股价继续上涨。所以单纯的通过上影线来看空，它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它不是特别的严谨。你说我这一天上影线看空对的，这一天上影线看空也是对的。但你发现这一天上影线这一天上影线它都并没有走空，而股价后续还是上涨，那它就告诉我们了，上影线你不是单纯的当天去分析，有时候的上影线出现，反而后续股价依旧能够看涨，这些不都是上涨的上影线出现吗？唯独有这么一根上影线，它导致市场出现了下跌，而此后每一个上影线市场都代表一个风险。那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你是老同学，一定知道阿哲想表达的意思。阿哲想告诉你的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除了当天的 K 线走势之外，还要看一下后续以及整体目前所处的趋势。如果市场处于上升趋势，大家注意了，如果市场处于上升趋势，那么上影线只能代表是空头的一次反扑而已。它说明空头这一天相对占了一定的优势，但前方多头占的优势你都忘了吗？肯定不是。这一天空头强了一天，我们就说多头不行啦？我们不能这么去认为。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位置后，股价是不是依旧走出了上涨。所以只要在牛市当中，只要是在长时间上涨的多头累积动能的市场当中，那么这种上影线的出现，它只是一个空头当天优势的信号，但它不代表一定会见顶。那么会见顶的上影线将会是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影线出现之后，它的这个影线没有被吃掉。当你发现市场出现了一个上影线后，它的影线还能被吃掉的时候，风险就还没出现。当你发现一个影线上影线出现的时候，上涨当中出现一个长上影线，而后影线的高点不能被短期吃掉的时候，这说明风险就来了，空头真的打赢了多头。那你会发现这种弱势的市场，上影线是吃不掉的，上影线它是会保留这个高点的。而在多头还强势的市场，上影线是能够被很快吃掉的，上影线可能隔天就没了。上影线的出现，它一定会不断的被吃掉，不断的被吃掉。那么3天之内快速被吃掉的上影线，则说明多头至少它不是单天的强，它是很强势的行情。那有朋友说，阿哲，那现在是上涨还是下跌呢？你看目前的走势，一轮走势之后，里面的阴线多还是阳线多？是不是基本都是阳线带一点点阴线连续的阳线一根阴线，连续的阳线一根阴线，连续的阳线一根阴线一根阴线，连续的阳线
后面是一根阴线，所以我们要注意了，现在就是一个多头动能在激涨的过程，是一个多方的行情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多方的行情出现的上影线，我们就看一下，它目前是真的多头占优吗？还是在这里会转势呢？只要出现上影线之后，它的高点能够快速被吃掉不一定收盘突破，但是能够被快速的吃掉，就说明多头依旧有救，空头呢还没有那么强势，它只是当天的优势而已。那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股价的高点，股价的这个高点或者说这个影线区间价格后续只要3天快速的3到4天左右下周我们就看它只要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区间给再次吃掉，能够再次过去，那么说明这就是一个单纯的空头一日的优势，多头依旧是强势的。那最好呢，股价不要把这个缺口回补，那么就是当前的多头最为强势的，那我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影线的位置会是一个高点。你要特别关心就是它会不会出现一根上影线之后立马把它的低点跌掉，而后把缺口回补，那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位置的高点它真的是一个空头反攻的信号，不是简单的一日优势。那么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观察，市场当中有关于影线的观察和阴线的观察，希望对大家呢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空间的顶底测算。那么这个空间的顶底测算，它所涉及到的是一些比较精密精确的数值的计算，所以它会比较复杂。而阿哲呢目前也没有去专门的教导，但是阿哲有每天的进行测算为大家去提供。只要你是订阅观众，那么就会有一条盘前的专属信息会进行盘前解析。阿哲会告诉你的是市场当中在今天它所应该出现的理论上的波动区间，它的高点和低点。那价格当天的价格只要在这个区间内运行，它的高低点在这里出现，那么就说明是正常的一个空间，它会延续的一个方向进行。而如果它的收盘跌破支撑，则要看跌，收盘突破压力则要看涨。那如果呢开盘就突破高点，那么说明后续行情短期会走强。那如果开盘就跌破低点，那么说明后续行情将短期走空。那阿哲呢在香港这边，所以这条信息是10月25号香港时间下午的3点，也就是说是昨天美股开盘之前所发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市场当中收了一根阳线，而这一根阳线阿哲说的是它已经是什么呢？突破了阿哲当天所发的预测高点，所以应该看涨。那你会发现的是这一天之后价格的走势是什么样的价格的走势是立马跳空高开高走，立马出现了上涨。你说阿哲那后续出现了一个影线，这个没关系。那么阿哲是不是告诉大家这一天突破，所以看涨，后续股价上涨？那阿哲相信呢，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够把这个空间的价位用到位，所以阿哲这里相对来说做一次相对详细的讲解。只要你是订阅观众，你每天能够看到这条信息，阿哲接下来讲的内容呢，对你是有帮助的。我们看一下前期的一些行情的回顾。市场当中，如果阿哲测算的一个价位高低点的价位，每天盘前发给大家之后，你要关注一下，如果突破意味看涨，我们就看涨就行。那你说阿哲第二天跌破了，好，跌破我就看跌我就看空。那你会发现这里看多这里又看空，有关系吗？没关系，你就照着这一个数据去看。好，第二天又突破了，那就看多。那你会发现后续没有再跌破低点，没有再突破高点，那么在正常的波动区间内，那么就一直看多，一直看多，一直看多。那直到这一天它终于突破了预测的高点，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里是不是依旧是看多的，但是第二天跌破了，那我们就说这里将应该由看多转为看空。而市场后续呢，它一直没有出现突破高点跌破低点的收盘价位的情况，所以它就一直属于调整的区间内。那么前面这个跌破提醒的风险就一直存在，所以这一整轮行情它一直是风险的区间。
那连续有2天高点的预测基本相差在5个点以内基本呢是精准的碰顶了。那么这种预测同价，高点同价，这说明有风险。那么后续市场是不是下跌的？好，那么下跌跌破了预测的一个低点，那么则说明是看空的。那反过来它又出现了突破这一个预测的高点，那么就继续看多。那么现在有跌破预测低点吗？没有，所以目前在空间测算的角度来说，没有跌破空间的预测低点，而反而继续突破，那么就继续看涨。这是空间测算、空间预测技术所单独提供的一个方向。那你说什么时候会跌破什么时候要再次的走空，什么时候再次有风险？我们就看一下阿哲每天盘前更新的这个数据预测的高低点，只要有那么一天出现了，比如说下周一，阿哲如果画了一个预测的低点，那么这个低点被收盘跌破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要开始走调整。那只要后续不突破预测高点，它就一直是调整的区间，它就一直不能看涨，这是空间预测技术。那有朋友说阿哲好，我现在听懂了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空间的高点低点每天怎么去用了，那我究竟应该怎么拿到这一个专属的盘前信息呢？我已经订阅了呀，阿哲我是没有看到的。很简单，订阅之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有一个置顶链接，链接当中找到助教老师，他呢每天会告诉大家这个信息怎么才能看到。只要你订阅了阿哲，那么你可以拿到3重福利。第一呢，是你可以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获得每天你有任何的知识问题都可以答疑，包括行情解析，盘前会有点位的空间预测，以及纳斯达克指数的多空分析。第三呢，是有进阶的知识，内部的直播像现在如果你是新朋友刚订阅阿哲，你点完评论区助教老师的链接之后，找到助教老师，你就可以领取订阅观众可以领取这个回放。这是上周我们的试讲精品课程，内部课程基本上讲的内容是不公开的，这些知识点阿哲是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的。所以呢，这些内容你如果是错过了，你是刚认识阿哲，上周没能听直播的，你可以跟助教老师拿到回放，每节课程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去学。那像我们在下周周一开始也会有4节的精品课程，那么直播时间是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这是我们最新的课表。在下周会讲到的是继续破译市场的密码，价格涨跌动能的密码，顶底的规律周期的密码，时间和空间怎么样去进行计算，去破译。这是我们在下周会去更加进一步破译更加高深的内容，希望大家订阅粉丝观众都一定要认真的收听跟助教老师取得联系之后，一定要认真的参加，每节课一节不落。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讲到的是市场当中的个股解析了。前面我们讲了美股反弹结束吗？还不能完全的确认这个上影线它的秘密就是你一定要看清楚了，影线它所处的趋势是上涨的还是下跌的。下跌行情的上影线是风险，但上涨行情的上影线依旧要确认它是否真的是空方的反击。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指数行情后的个股解析。第一部分是英伟达。好的，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图表。那么这里呢，在开始讲解个股之前，阿哲想要说一下目前个股相对选强势的短线股的一种逻辑思维，大家要记住。那么我们看到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它出现了一根长长上影线，那么个股特别是科技股，它正常来讲也应该是有一根长长的上影线，这是正常的表现。那么我们怎么选择当下的强势股呢？我们相对回忆一下，阿哲之前是不是讲过英伟达为什么从这一天之后阿哲觉得它短线会走强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出现了和指数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一天是24年10月的17号，纳斯达克指数当时没有出现缺口，而英伟达却走了一个缺口。大家注意了，这一天是10月17号，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那纳斯达克指数10月17号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一个高开之后低走的 K 线，当天这一个位置很多科技股都是高开低走，
而你会发现当时高开低走之后，这个缺口指数是完全回补了。那像正常情况下，个股也应该这一天没有出现缺口。那你会发现英伟达这一天干嘛呢？英伟达这一天它也是高开低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却并没有完全回补缺口，这说明它的资金短线要比指数强，而指数表示平均价格水平，则说明英伟达这一天的资金它要比市场当中7-8成的个股都要强，所以短线走了一个强势的行情。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里，英伟达它属于强还是弱呢？大家如果你听懂了阿哲的逻辑，你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下。如果你觉得英伟达目前属于强，你回复强；觉得弱，你可以回复弱。我们这一个位置当做一个课堂当中的作业一个提问。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思考一下，目前指数出现了一个相对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这一根上影线还有一个缺口，它告诉我们目前的市场大部分的股票，那么正常应该就是这种走势的。那如果你能够发现一只股票在昨天没有冲高回落，而是走了一个实体阳线，它甚至呢缺口也还是有的，那么现在股价表现强势的资金的个股走势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跳空缺口没有回补，而后有一根实体阳线，这种个股你应该把它通通找出来，而后加入近期的自选股作为短线多头的关注对象，它是一种当前的强势股选择方向，那么他们肯定能够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惊喜。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英伟达的走势，只要前方的缺口不回补，它就还是比市场当中大部分的个股都还不错，但这是中期的，大家注意这是中期的，刚才我们问的是短期的。好，那么现在市场走势是不是一个影线出现？那么价格出现长上影线，它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目前的趋势它是不是一个多头的，它是一个趋势的绿带。那么趋势是一个绿带，说明它是一个多头。那么绿带的趋势下，你会发现影线长长的很少见吗？不少见吧。当出现之后，第二天就被吃掉了，这说明什么？空头就当天胜利而已，多头是真的强势，而空头只是稍微的有那么一天小人得志，但你会发现第二天就打回原形了上影线出现吃掉上影线出现3天又吃掉，所以你就会知道了，这个上影线出现，它只要目前的多头依旧是强势的，那么英伟达目前这里就没有太多问题，它短线会把它吃掉，除非它这里3天4天还不能吃掉，那你就要小心了，这个影线就真有可能是一个英伟达的高点。而我们看到下方的 BBD， 它是一个资金走势，之前我们说过，绿带之下我们去关注什么呢？关注一下它什么时候会回到 BBD 的一个零轴，回到这一个强弱分界点上呢？它就容易是一个回调之中的绝佳买点。你会发现的是，只要是绿带，只要多头强势，那么在 BBD 的零轴附近就代表是一个中期的多头强势下的低位，它很多时候会是一个回调买点，你就等待信号的出现，买入的 K 线出现即可。那你会发现的是，是不是只要绿带只要是一个绿带多头强势，那么在 BBD 这一个零轴附近的行情，它大概率呢是一个回调低点。那我们再看一下包括这些点位是不是都是一个回调低点，股价只要上涨就找 BBD 零轴附近，最好不要跌破不跌破方绿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不错的点位。那么这是一个英伟达当前的行情走势，我们简单的短线中线的一个判断。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看一下 SMCI 为什么要看它我们之前呢刚好也讲过那么1-2期让大家关注。首先看一下这一个缺口的位置，这个缺口阿哲当时说了是一个关键的缺口，因为在弱势的市场当中，向下的跳空缺口是很难去回补的。我们把这个缺口把它画出来，你会发现这个 SMCI 在下跌当中是不是出现过很多是缺口？你看这些都是缺口，那你会发现的是，缺口它代表就是一个压力，而在弱势的行情当中，回补向下的缺口一般就是高点，而更加弱势的是它都不能回补缺口，
你会看到这里弱势的行情，弱势的多头回补缺口之后，一般空间就有限了，有时候会直接见顶。而弱势的行情正常来说是难以回补缺口的要么就回补之后立马见到一个震荡区间，立马走弱，立马见顶。弱势的行情是回补不了缺口的，特别是那种又大又久又长时间不回补的缺口。那你会发现的是，弱势行情下缺口能回补吗？上来补不了，上来补不了，那股价是不是就遇到缺口就容易下跌，遇到缺口就容易下跌，并且它是一个很长时间都不被回补的缺口。那我们就知道了，只要这个地方 SMCI 能够出现缺口的回补而后止跌站稳，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它将是一个底部反转的区间。那么这是一个对于中期的一个分析。那短线来说，我们会看到资金是不是曾经底部连续的流进。那有朋友说阿哲这些也流进了呀，也不断流进但后面还是没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是没有在零轴的回踩当中止跌，而是大幅的流出。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像这些位置是回到零轴，它就给你一个机会回到零轴，这是一个低位，它给你了一个机会。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连续性的资金流出之后的止跌阳线，连续性的资金流出之后，在零轴附近有了一根什么呢？绿柱盖红柱，它说明什么呀？说明虽然目前的行情是2根上影线，但是资金开始流进。昨天资金是流出的，今天是流进的，而且比昨天多很多。这种大绿柱盖小红柱，说明它是一个中期回调低位的一个回调买点。那么这一天将是一个进场点，我们把这一个前方的低点作为防守位。那么只要它不跌破这里，我们会看短线的上涨。阿哲记得前期视频是吧？上一期视频让大家关注的就是它了。它在这一天市场指数大跌，而它是10日新，阿哲就说过它的资金可能想做一些动作，所以短线要关注。那么正常来说这一天就是买点但是呢资金来说这一天也是买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长上影线是不是出现之后立马被吃掉，那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行情告诉你，多头它是弱势的吗？它不是弱势的。弱势的多头上影线出现是不吃掉的，不吃掉的是立马还会下跌的。而这一个上影线出现，它被吃掉了，那这一个上影线的高点正常也会被快速的吃掉，它代表是一个多头开始走强，空头它做不了长时间的占优。所以 SMCI 目前是一个相对的低位关注区间，前方我们看到的资金流进也是另外一个提醒。所以短线的一个防守位，你可以以这个流进资金的低点作为第一个反手，而后以10日新的低点作为最后反手，只要不跌漏，那么说明这里将会慢慢走出一个不错的行情出现。喜欢低吸的，喜欢买低价的，那么在 SMCI 这个位置可千万不要看漏了。那么第3只个股呢，我们说一下特斯拉，那么也是近期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个股，算是我们最近热度关注最高的一只个股了。那么有人说呢，在本年度这个特斯拉做空资金赚了1年之后，那么好不容易赚的空头的钱，在这2天直接就亏完了。所以在美股市场做空需谨慎，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可能空头赚了1年，2天时间就完全亏回去了。那么当下的行情是不是特斯拉也出现了一个相对巨型的缺口？当时阿哲讲过，越是巨大的缺口越难以被回补，而它越是巨大的向上跳空缺口，越说明多头在这里的坚定看涨意愿。所以特斯拉它的上涨应该仅仅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去关注它是一个短线会不断加速上涨呢，还是走一个漫长的牛市走势，牛市反转行情。而很明显目前下方是一个倒型的反转缺口，倒型反转缺口当前又是一个巨型的下方的向上跳空缺口，所以这个缺口被回补的几率少之又少。我们看一下前期这种巨型的缺口其实不多出现，那每次出现它都没有那么容易被回补，那能够跟这个缺口相提并论的是不是很少这一个缺口勉强算可以，那包括这一个缺口呢也勉强可以，但是都没有这个缺口大。
是吧？没有最新这个缺口大。那你会发现，像这种短期出现的大缺口，特别底部呢对称的位置还有一个向下跳空缺口的，这种就是一个倒形反转的走势。而这种缺口的出现，其实是不太容易被回补的。而这种缺口只要在下面放着，股价短期敢往下走，就都是机会，就都是买入的机会。你只要找准止跌的买点就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相对高位出现的巨缺口，它不是低位出现的，它是连续上涨后出现的巨大的缺口。那它往往代表是什么？代表是一个多头短期大幅宣泄。那一般呢，距离一个高点就不远了。你看这个大缺口出现之后调了一轮又是一个大缺口出现，是吧？所以这都是衰竭的缺口，多方宣泄多方在连续加速之后还出现大缺口，就比较危险。但如果市场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的下跌之后出现的这种大缺口并且短期回补不了的，它至少代表是一轮行情的出现，它不是一个短线的行情，它是一个中期的行情。所以特斯拉它不会只涨2天，它这里如果敢下跌，那么你一定要敢买。我们最多就是买在哪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说阿哲我不会买，那你就分仓位，越跌越买。你仓位越往下走，越靠近这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你就买的越多。它什么时候敢进入到这个缺口里面呢？你就更加加仓的去买，这是最傻瓜式的操作。阿哲不建议，但是呢，它是一种方式，一种方案。最好找的是一个准确的止跌买入点。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看一下 MSTR 这一只个股呢，也是近期被很多人所关注的一个行情我们看一下市场上的走势。而之前我们什么时候讲到它的呢？我们之前提醒有买入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一轮下跌当中，阿哲其实是比较赞同大家去买入强势股的回调，买入相对长时间上涨的回调。你会发现的是，我们把多空起爆的一个指标打出来，那是不是它这个趋势的绿带一直是绿带，一直发上，说明多头一直是在一个积蓄动能的过程。那么在这种强势的上涨当中，每一次的逆势下跌就是一个顺大势逆小势的买入机会。那我们唯独要去找的就是绿带上的下跌何时能够买入而已。当时阿哲讲的是它有一个引线回踩到下沿的止跌动作，那么后续是不是三阴缩量反包阳，股价在这里又开始上涨？那你说阿哲这个位置有风险吗？有，肯定是有的。因为短期走了10几20个点之后，它是不是又产生了一定趋势的乖离？顺势之后，它必然会有逆势的一个调整，而逆势的调整是风险还是机会？前面的每一次告诉我们都是机会。在顺势的走势当中，在多头在绿带持续的发上，有足够的发上力度的时候，每一次的回踩我们都不能够以风险的角度去考虑，因为你的风险它只有一次，就是在高点的这一次出现。那么在此之前每一次的下跌，只要它是强势的行情，那么它都是机会，都是机会。你说阿哲每次下跌我都考虑它是风险，它是风险，那你就会一次一次的踏空行情。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只要绿带足够的大，绿带的动能足够的强，那么下跌就看它是机会。你不管它是真的机会还是假的机会，你要告诉自己，哪怕你是骗自己都行，你说它就是机会，哪怕错了也没关系，因为一轮行情当中你只会错一次，这一次就是真正的见高点了。那么一般来说比较小心的是，股价在绿带中出现了连续的跌破下沿，跌破上沿只要它不跌破，那都是机会。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绿带有跌破过吗？绿带一次都没跌破过，每次下跌都是机会，每次下跌是机会，下跌是机会，下跌是机会。那这个位置如果下跌，你说是机会还是风险？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哪怕你是骗自己也没关系我就告诉你了，这是一个机会，不管是对是错，对错无所谓，因为我只会错一次，但是你如果让我对，我就还是能够像之前那样赚，只要做好波段就可以了。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下一只我们的个股是戴尔戴尔科技。那么市场当中它的绿带不算很宽广，不算很长它不算的特别的一个
有多方优势的这种情况，它的波段不强，那比 MSTR 呢肯定是有所不如的，所以绿带不是很稳定，它就会有震荡。但是你会知道是绿带之下出现了调整，我哪怕是骗我自己，我哪怕我不知道未来会涨会跌，我也要骗我自己，它这里的下跌是机会。所以前面的2次你的欺骗是有效的成功的，找到买入点就行。而现在又是一次我们要欺骗自己的地方了，我不管这里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要骗自己，它这里是机会。我们只需要找到绿带回调下的机会，因为你只会错一次，那一次错了我们就不看了，你只要错一次我就不做了，看下一个。那么这里我还没错，所以我继续看，它是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目前在绿带下跌之后出现了跳空缺口前面这里呢是不是也有跳空，是吧？这些位置绿带过程当中有跳空，它其实就告诉你多头还是很强势的。那你会发现正常下跌图中的一个影线，大家看到这里，正常下跌图中的影线它是不能被吃掉的，因为它代表是什么呢？空头的力量表现。但你会发现的是戴尔的影线立马被吃掉了，还是跳空吃掉的，说明这个位置开始空头已经没有那么强了。那你只要看一下，从这个跳空缺口告诉你多头又来了，多头又有机会了，它在一个强势的多头区间中战胜了短期的空头，所以这里是机会。买点的话，长上影线不是很好看，所以你说我再等待一根实体阳线把它吃掉再买可以吗？也行但是你要小心了，如果影线开始不能被吃掉一直在这里盘整下跌不吃掉这个影线，那么去买进就比较风险这一点要注意。我们看到下方 BBD 的资金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下跌绿带只是呢它没有在零轴附近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个绿盖红红呢是很小的红，绿呢是很大的绿资金快速流进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我们说的买点像现在这里也是跌破了零轴最好呢这个绿盖红之后呢是小仓位不要大仓位，小仓位，等它能够站到零轴之上时，才代表这个多头还不错，资金也有配合。目前只有趋势没有资金这个位置要注意什么时候有趋势有资金那这个位置呢继续看涨没有问题。目前的戴尔有趋势，但是资金还不是很到位，只能小仓位的去看，不能太过于重仓。唯有资金也来了，我们才认为能够相对加大的仓位。这就是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美股本周复盘和下周的一些展望。影线的秘密现在你知道了吗？未来阿哲呢也会多次的去教学，如果你是新朋友也千万不要忘记在视频最后，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个赞，没有点订阅的朋友也记得点个订阅。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为大家分享，拜拜。